一甜一咸的2道烧白，在川渝的年夜饭跟酒席是必不可少的2道美食。那么如何才能够做到软糯、肥而不腻、瘦而不柴？那么接下来将30年总结积累出来的经验为您一一分享，让您在家里面躺在床上也能够厨艺大涨。那么首先第一步是选材，不管是甜还是咸烧白都尽量选用五花肉。五花肉又分为上五花，上五花偏肥，所以适合制作甜烧白。还有中段的称为中五花，也就是真正的五花3线的金五花，这一部分是制作咸烧白的佳品。以及末段的下五花，下五花的瘦肉精度较高，所以一般适合制作红烧系列。然后分割下制作甜烧白的上五花，以及制作咸烧白的中五花。再将肉放入滚烫的铁锅当中进行制皮，这样不仅能够烧掉猪皮残留的毛根，同时还能够去除猪皮的腥臊味，捞至猪皮金黄即可。然后加入温水进行泡发个3-5分钟，将猪皮泡至发软，这样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泡发好了过后，再将猪皮刮洗干净。接着凉水小锅进行焯水，加入去腥3宝姜、葱跟少许的高度白酒。接着用大火烧开，烧开过后打掉3层糊末，再丢入8角2颗，还有少许白胡椒、少许花椒，增香去异，让猪肉仅剩的腥味也无处遁形。下一步重点来了，持续用小火加持，将肉充分焯透，煮至全熟。煮至全熟的肉才不会有任何的血水，这样下一步蒸的时候才不会像有很多人遇到的蒸出一层糊沫。同时一定要采用中小火进行煮制，这样才不会导致肉严重脱水过后，导致肉质口感绵密绵柴。煮至成熟的猪肉扎透，如果没有血水渗出，说明已经成熟。然后出锅，再准备几根竹签用于扎孔。重点来了，扎孔的时候皮一定要扎透，这样在炸的时候内部所蓄积的大量热气才能够被排出，否则肉皮就会大面积的鼓包，从而导致扣面大面积脱皮，而影响卖相跟品质。将肉皮均匀的扎上小孔过后，再准备少许米酒水，米酒水能够让肉皮更好的起泡，而且有去异增香的作用。然后将肉皮上面均匀的刷上一层，刷好过后自然风干个几分钟，让肉皮充分的吸收，这样炸出来效果会更好。接着在肉皮上面刷上一层红酱油，这样能够让炸出来的扣面色泽更加金黄。同样让肉皮风干个几分钟，这样能更好的着色。风干好了过后，直接将肉放入180度的油温当中进行炸。那么重点来了，炸肉的油温一定不能太低，否则肉皮不容易起酥起泡。将肉皮炸至金黄起泡过后，放入温水当中浸泡40分钟，让肉皮回软，吸收水分过后，肉皮才会形成好看的虎皮状，同时蒸出来的扣肉肉皮才会软而糯。接着取出进行改刀，先将扣面修理平整。先切咸烧白的扣面，尽量让肉的厚度保持在1.5毫米为最佳，这样的厚度才能够充分的入香跟入味，而且不容易生粒。咸烧白的肉切好过后，下一步切甜烧白的扣肉，直接将上五花的瘦肉部分全部打掉，这样才能够迎合甜烧白的柔软口感。接着将扣面修理平整，再切成1毫米的厚度为最佳，也就是1枚硬币的厚度。第一刀切至肉皮处即可，第二刀切同样的厚度直接切断。切好的肉呈蝴蝶状，肉片的厚度尽量要透光，能够看得见夹沙的色泽。同时两片肉的厚度尽量不要超过3毫米，否则只会让甜烧白腻上加腻。肉切好过后，来炒制一个嫩糖色，先在锅里面加入少许底油润果，再加入冰糖1碗，开小火将冰糖炒至融化。炒至冰糖即将融化的时候，再加入跟冰糖的重量成1:1的白砂糖，2种糖混合，那么炒制出来的色泽不仅红润，而且有光泽。持续将2种糖炒至融化过后，注意糖浆的形态跟色泽的变化，糖浆的色泽开始微微变深，并且产生密集的小气泡，迅速加入少许的热水进行去色，再持续烧开个3-2分钟，挥发掉在炒制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焦糊味。接着出锅装碗备用。此时的糖浆甜度大概能够保持到7到8成，既有色泽又有甜度。接着将咸烧白进行调味，加入少许食用盐、北京肉鸡精味精各2克，北京肉五香粉0.5克，北京肉胡椒粉1克，北京肉生抽20克，北京肉红酱油10克，再加入嫩糖色1小勺用于辅助增色，不能太多，不能有明显的甜感。再将肉抓拌均匀，让每一片肉都能够被调味料充分的吸附。
再将其自然腌制30到40分钟。下一步准备鲜烧白的灵魂伴侣芽菜，芽菜尽量选用宜宾芽菜，这样香味跟口感都会更好。接着将芽菜放入清水当中，透洗掉过重的盐分，再将其挤干水分，然后切细。将切好的芽菜倒入铁锅当中，开火进行干煸。这步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炒干、炒出芽菜多余过重的水分，这样能够让芽菜的韧劲口感跟干香味变得更好。挥发掉过多过重的水汽过后，再淋入少许的菜籽油，激发出来的菜籽油香味有助于升华芽菜的香味，同时菜籽油还能够让芽菜的口感变得更润，更加的油亮有光泽。翻炒均匀过后，出锅装碗备用。下一步准备鲜烧白装碗，碗具尽量采用底部为釉面的涂碗，这样在蒸的时候能够吸走多余水分，蒸出来会更香。那么重点来了，在底部撒上一层冰糖水，这样能够让蒸出来的扣面更加光亮有光泽，而且扣面肉皮也更加的糯性。再将腌制好的鲜烧白一片一片的铺放到碗底，每一份的量大概是装8到12片，再铺放上炒制好的芽菜，最后放上2块姜片，几颗红花椒去以增香。有条件可以封上1块锡纸隔水，这样能够防止水蒸气凝结，形成水滴滴落到扣肉里面，影响口感和香味。接着制作甜烧白的夹沙馅料，先准备少许的核桃仁儿、少许的花生米、少许黑芝麻，3者的用量成1:1:1即可。同时，这3种材料组合到一起的作用其实就是除了香还是香。然后倒入铁锅当中，开小火慢炒。这步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激发出3者的香味，并且炒至干脆，然后倒入食油当中，捣碎捣细。接着在锅里面加入1块猪油化开，化开过后再加入捣好的馅料，接着翻炒出香味。翻炒出香味过后，再加入馅料1半的白砂糖，翻炒均匀，将白砂糖炒至融化即可。然后出锅，甜烧白馅料制作完成。接着准备少许的糯米饭，糯米饭做法前期有教程，此处就不二次啰嗦。然后加入猪油1块，拌匀，这样能够让米饭变得更润、更有光泽。再加入少许切细的红糖碎，少许炒好的嫩糖色，拌匀。那么制作甜烧白的糯米饭制作完成。接着准备甜烧白装碗，同样在碗底撒上1层冰糖水。再将炒制好的肉馅包到切好的肉片当中，夹起来过后，整齐的铺放到碗底。再放上2颗红枣，几颗枸杞，葡萄干几颗。再将制作好的糯米填充到2边，一面走形。接着在肉中间淋上少许嫩糖色，这样蒸出来的色泽会更加的漂亮。再将糯米饭整齐的填充到肉上面，敷上锡纸隔水，再直接放入蒸至上气的蒸笼当中。咸甜烧白一锅蒸，火候跟时间都一样。然后先用大火蒸至上气，蒸至上气过后，持续加持5到10分钟，将其充分蒸透。重点来了，时间到了过后，迅速转中小火进行蒸至1个半小时。这样能够防止火候过大，导致蒸出来的扣肉受质部分绵柴、塞牙，而且肉质过于松散，影响成型。所以此处也是引用到了著名美食家东坡先生的一句经典名话：轻住火，慢住水，火候足时它之美。蒸制时间到了过后关火。重点来了，让成熟度达到6到7成的烧白，隔夜过后再进行复蒸，这样蒸出来的香味跟口感都会再上一个层次。时间到了过后开火。同样蒸至上气过后，持续用小火加持1个小时，将烧白蒸至彻底成熟。然后先将甜烧白出锅，去掉锡纸，把扣肉的碗也尽量提前加热，这样能够延长热菜的时间，避免一上桌就已经冷掉。然后倒扣，敲打扣碗，防止粘连。再去掉扣碗，撒上少许白砂糖。再取出蒸好的咸烧白，去掉锡纸，去掉扣碗，
那么一天，以现代过年必备菜品鲜甜烧白正式制作完成，所以还没有转发收藏起来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快。最后听您尝上一块鲜烧白，再来一块甜烧白，那么这该死的口感跟小香味儿，然后只能用一个字形容：绝。